日本首相菅义伟公然鼓动东盟介入台海，这是想对华下战书吗？日本学者为此竟发出亡国警告。我们都知道，中国和日本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历史恩怨，但是在旧仇还未了结的情况下，日本为了讨好美国，竟然不惜赌上国运，公然在台海问题上对中国发起挑衅。据日媒共同社报道称，日本首相菅义伟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了防止台海局势出现不可控制的局面，同时也为了保护日本的国家利益，日本政府将借助美国盟友的力量，并与东盟志同道合的国家来共同应对台海问题。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菅义伟这又是通过渲染台海局势来拉拢盟友与中国对抗，而此前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也曾发表过类似言论。据相关报道显示，麻生太郎在7月初的一次演讲中表示，如果中国大陆对台使用武力的话，那很大概率会触发所谓的存亡危机事态。因此，日本政府很可能会行使受限的集体自卫权，来与美国一起保卫台海。同时，麻生太郎也呼吁南海周边国家来一起加入美国的反华阵营当中。由此可见，日本这是铁了心要与中国死磕到底。而这次菅义伟公然鼓动东盟介入台海，难道是想对华下战书吗？要知道，关于台海问题，中方一直都在强调，这是我国的内政，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任何势力来加以干涉。而且就在最近，中方还发出了最后通牒，严正警告那些企图挑战中国底线的国家，切勿继续玩火，否则我们必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对这些挑衅行为予以挫败。但是日本显然没有将我国的警告放在心上，在此背景下，日本学者无奈发出了亡国警告。据日媒近日的报道称，日本拓殖大学海外事务研究所教授傅板聪在其发表的《反中亡国论》的新书中指出，如果日本离开了中国，那么日本将无法继续生存，同时与中国彻底脱钩也无法成就日本的繁荣。很明显，日本学者的这番言论正是在担心中日的紧张关系会影响两国的合作往来。而且日本的经济确实也是非常依赖于中国，如果在未来他们真的把中国惹怒了，那么日本必定会面临与中国正冷经冷的局面。虽然说日本学者声称与中国对抗会导致日本亡国会有些夸张，但如果日本还是打算要继续对华挑衅，甚至发生战争冲突，那他们必定是要付出不可承受的代价，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美国想对华憋大招，却不料盟友纷纷掉链子，霸权主义行不通了吗？从美国近段时间的表现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其加大了对中国的围堵力度。在外交方面，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亚太地区展开了访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印度，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在近日也结束了访华行程。对于美国3位高官在同一时期向中国以及中国周边国家进行访问这一举动，有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美国遏华战略的新一轮布局，旨在拉拢盟友对中国形成围堵之势。除此之外，在军事方面上，美国鼓动盟友们在中国周边海域进行施压，英国就在美国的号召下派出了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前往南部海域，紧随其后的是德国也将派出军舰穿越南海。有消息人士透露称，英德军舰在穿越南海之后将会前往菲律宾海，最终会与美军以及澳菲等国在菲律宾海举行联合军演。对此，有军事专家认为，结合最近美国的一系列动作，这很有可能是美国正在对中国憋大招呢。然而，让美国没想到的是，在憋大招的过程中，他们的盟友竟然开始纷纷掉链子。英国航母在抵达南海之前，虽然叫嚣要穿越所谓的南海争议水域，但是现在经过我国的严正警告之后，似乎也开始感到害怕了。目前，英航母编队已经朝着菲律宾海快速前进，并且英方也一改之前嚣张的口吻，表示并不打算跟中国在南海进行对抗。另外，德国在派军舰访问南海之前，还主动向中方承诺不会学着美军舰那样擅闯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领海，并且还向中国提出了访问上海港的请求。这说明了德国并不想得罪中国，但是迫于美国的施压，他们也只好硬着头皮来南海了。其实，除了英德在反华这件事上的态度有所改变之外，菲律宾与印度也表示不跟了。菲总统杜特尔特在发表最后一次国情咨文时表示，绝对不会与华开战，并且对中国向菲律宾提供疫苗表示感谢。印度则是在这个敏感时刻与中国在边境设立了热线，来加强两军的沟通与交流。这个举动或许也说明了印度也不想再当美国遏华的炮灰了。
最后，我们想说，虽然美国一直都在拉拢盟友来与中国对抗，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也表明了，美国极力维护的霸权主义已经越来越不得人心，也越来越行不通了。相反，中国通过互利共赢、和平发展的理念也收获了许多称赞。总之，在未来，我们可以预见的是，霸权主义将逐渐走向衰落，而中国将会在崛起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局势紧张之际，中国头一网炸，美内部炸开锅，拜登彻底郁闷。中国这份大礼，美国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和财政部联合发布公告，称将从8月1号起取消钢轨等23种钢铁产品出口退税。另外，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也宣布提高铬铁、高纯生铁的出口关税。而就在日前，美国两党刚通过了1.2万亿美元的美国大基建法案。如此巧妙的时间，让外界很难不将两起事件联系在一起。自拜登上台后，美国针对中国的举动就没有停止过，不仅延续了特朗普时期对华的战略政策，还加大了打压力度。如今，国际局势在美国单方面的挑事举动下变得越发紧张，一些往日对美国予以消极对待的国家，也都开始在美国的怂恿教唆下越来越有底气。面对这样的情况，中国哪怕是再好说话，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如今，中国钢铁出口收缩，无异于向美国投王炸。这个时候，中国针对钢铁行业进行调整，说白了就是在变相的压缩钢铁出口量，优化中国钢铁产能。或许这对中国来说是个好消息，但对美国来说绝对不是。美国政府要搞大基建，首先中国的钢铁就是关键。其次，由于当前美国滥发美元，导致国际市场多个商品的价格都在疯狂上涨。在此背景下，中国钢铁出口进行收缩，必定会造成国际钢铁的价格继续上涨。值得一提，此前根据美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前5个月，美国的钢材进口量达1178万，近1068万吨，同比上涨7.1%。但是该国5月份仅进口227.98万吨钢材，与4月份相比下跌4.8%。在美国恢复经济、大力推行国内基础建设计划之际，本应该需要大量的钢材，但在这个时刻，美国却减少了进口钢铁，其中原因被曝与中国有关。据悉，中国不仅是钢铁生产及出口的大国，同时也是美国进口钢铁的主要国家之一。可就是因为美国疫情期间疯狂印美元，以至于全球性通胀，使得包括铁矿石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飙升，从而增加了中国钢铁的生产成本。也正因如此，中钢协在今年5月份建议国内钢企按照要求调整出口战略，先保证国内钢铁供应量能够恢复正常水平。这样一调整，中国钢铁出口量大幅度下降，也给美国带来了不少麻烦。此次中国又对钢铁税率、退税进行相应的调整，也就意味着中国钢铁出口肯定会再次下降，美国很大可能会直接陷入钢荒。如此一来，美国若执意要搞大基建，就得用更高的价格在国际市场采购，这对美国当前的经济情况无异于雪上加霜。当然，这不是中国该操心的事儿。中国这一局优化牌选在这个时候出手，美国内部怕是要炸开锅，拜登更是郁闷。这份大礼，美国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没得选。对台一线部队第73集团军动真格了。日本防相岸信夫引火后突然变脸，要台军自保，岛内担忧残酷事实，美国给了几耳光。随着美日台加强勾结，台海局势也变得愈发危急，尤其是日本多次恶意炒作台海议题，日本高官接连发布错误涉台言论，尤其是亲台派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然而，当知道解放军真动真格了，他又变脸了。在8月2号，央视军事频道报道称，第73集团军某特战旅在闽南某海域演练海上渗透登陆，自组建以来首次进行海上跳伞训练。跳伞演练一向实战化十足，抢滩登陆可能会遇到礁石阻碍，而海上跳伞更具隐蔽性，出其不意进行渗透作战。第73集团军一直被称为对台作战一线部队，近段时间更是频繁演习，越来越趋于实战化。在这之前，第73集团军就展开了多次夺岛登陆演练，比如在7月27号，第73集团军某2期重型合成旅组织2期重型合成装甲部队展开越海夺岛体系联合登陆演练，以检验2期合成部队渡海登陆作战能力。而在7月13号，第73集团军2期装甲部队海上训练，使用054式2期装甲车围绕海上战术进行。演习前不久，该部队陆续换装054式2期装甲车，
这是目前解放军列装的最先进的2栖登陆装甲装备。这一系列行动表明，解放军是动真格的，维护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来都不是嘴上说说而已。在解放军不断加强实战的背景下，日本防相岸信夫再次对台海问题指手画脚，称国际社会应更关注台湾的生存，呼吁欧洲大国在台海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但他却把日本撇清了，补充道，日本不打算与台湾地区建立直接的军事关系，因为相信其有自卫能力。日本一直暗搓搓的在背后煽风点火，但真到了关键时刻就缩了。事实上，这段时间日本高官频繁在台海问题上发表过激言论，其实是有意探测美国的战略方向。此前，美国高层释放出的战略模糊与不支持台独的风向，美国还没有做好彻底和中国脱钩的准备，而日本以各种挺台动作，试图将美国拉回战略清晰的反中路线。但是岛内开始担忧一个残酷事实，台学者陈一新表示，被美国打几耳光是常事。美国在乌克兰、阿富汗等地的表现来看，美国军事力量已经力不从心，而且为了自身利益，随时都能抛弃盟友，这是一个残酷事实。而日本一向把台海问题上升到其国家安全层面，但不想只把赌注压在美国身上，还想拉欧洲、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等国下水，无疑暴露了其在第一岛链的野心。但还是得奉劝日本一句，再作死，日本就该操心自己的生存了。